最近瓦格纳又火了，在继攻占巴赫穆特、怒对俄国防部之后，这支部队呢再一次刷新了人们对他的认知，18个小时突进800公里，剑指莫斯科。这是瓦格纳对俄国防部的回答。虽然最后这场闹剧还是不了了之了，但通过这一系列的事情，不仅让人们对瓦格纳这支部队感到好奇。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俄罗斯的这支王牌打手究竟为何能代替正规军成为战场主力呢？自从俄罗斯的基辅之围失败后，乌克兰战场上的俄军部队就仿佛失去了锐气，不断出现因战前轻敌、部署不周、兵力不足、后勤孱弱等因素导致作战失败，致使精锐部队及大量重装备损失。这次特别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实现让乌克兰保持中立的目标，反而导致芬兰和瑞典扑向了北约怀抱。俄罗斯面对的来自北约的威胁陡然增加，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到来的北约冲突，普京必须要保存俄正规军的实力。这时候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大厨普里戈金。作为俄罗斯的白手套，他麾下的瓦格纳雇佣兵自从2014年的乌东冲突中崭露头角之后，就逐渐进入到普京的视野。该部队在后来也参加过多次与俄相关的军事冲突，是一支有着丰富战争经验的组织。眼下是时候派遣他们进入乌克兰战场了。2022年3月，瓦格纳集团首次出现在乌克兰战场，在进行了近2个月的鏖战之后，瓦格纳终于成功拿下了顿巴斯地区的波帕斯纳。该地的失守代表着俄军能够直接威胁到了北顿城市群乌军的后路。为了保住仅存的卢甘斯克控制区，乌军开始将主力部队陆续增援至此。俄军亦集结南部集群、中部集群、卢甘斯克武装、顿涅茨克武装的机动部队、车臣部队应战。到了5月20号，在波帕斯纳取得突破的瓦格纳决定在地理优势的帮助下，向北、西、南3个方向发起进攻，攻克了科米舒瓦哈等据点。到5月下旬的时候，瓦格纳已经将战线距离巴赫穆特市区约15公里的地带，意图北上包围北顿涅茨克城市群，但随即遭到了乌军的激烈抵抗。为了打开局面，瓦格纳还出动了固定翼战机轰炸乌军阵地，但其中的一架苏25却被乌军的单兵防空导弹给击落。由于从飞机中弹到坠毁的时间太短了，飞行员来不及跳伞逃生，最终阵亡。有消息称，这位飞行员很可能是俄罗斯退役少将卡纳马特·波塔舍夫。他生于1959年，曾是俄空天军少将，在2013年退役。在俄乌战争开始后，波塔舍夫以瓦格纳雇佣军的身份来到乌克兰参战。他此前驾驶最多次、最熟练的飞机正是苏25。瓦格纳的前进之路也就此停下了。时间来到2022年8月，瓦格纳集团开始招募囚犯和其他雇佣兵加入队伍，从而大幅增加了人力。在这个时候呢，整个战场态势已经逐渐向南线倾斜。为了应对乌军的赫尔松大反攻，俄罗斯不得不抽调大量精锐部队前往南线战场支援。瓦格纳原本打算的进攻也就此放缓。10月份，经过大量囚犯兵的加入，使得瓦格纳的规模急剧增加。为了更好地应用这股力量，俄军高层决定将瓦格纳分配到霍里夫卡至索莱达的战线。正当瓦格纳以为自己能趁机攻城略地之后，前线却传来噩耗：乌军在哈尔科夫州东部发动了大反攻，并在1周之内夺回了奥斯克尔河以西的地区，使得顿巴斯战线的俄军整体形势愈发被动。到了11月份，在收复了赫尔松城之后，乌军再度将目光放在了顿巴斯一带。而此时，瓦格纳集团正在准备一场从南部夺取巴赫穆特的行动。但到了12月初，或许发现乌军在当地的防守过于严密，瓦格纳突然决定从索莱达尔发动攻击，并在占领了几个重要的郊区。在那之后，该组织再次将重点转移到了巴赫穆特南部，控制了奥皮纳存的部分郊区，然后将其部队重新集中到了索莱达尔，最终导致该镇被占领。从这里呢，我们也能看出瓦格纳集团的指挥有着俄罗斯武装部队所缺乏的灵活性。美国军事专家认为，由于瓦格纳是一支为钱而战的雇佣兵组织，所以它不会受到俄罗斯军队所固有的各种官僚主义的束缚和羁绊。传统军队等级森严可能会导致决策更为困难，且难以采取出乎敌人意料的行动。而瓦格纳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无需经过复杂的书面手续、长串的协商和官僚主义的拖拉，就能获得现代化的作战装备。
而相较于俄正规军，瓦格纳集团更有能力将其部队和资源集中在一个目标上。不过呢，雇佣兵也有自己的弱点。与俄正规军不同的是，瓦格纳集团从来不会试图使用机械化部队深入敌人防线发动快速打击，而是尽量先从远距离打击乌克兰阵地，在占领阵地后能确保其侧翼安全后，瓦格纳才会进行下一次攻击。这也导致这支部队虽然推进速度过于缓慢，但却始终有条不紊。当然，这种方法呢，也仅仅适用于瓦格纳这种小规模作战。毕竟这种作战方法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除了遭受严重的人力损失外，瓦格纳的弹药库存消耗也十分迅速。普里格金在攻占巴赫穆特时表示，瓦格纳部队每个月需要1万吨的弹药。另外，瓦格纳夺取乌军阵地的方法也与俄军不同。据了解，瓦格纳集团的一些部队被普里格金编成突击分队，这些分队本身呢又由突击小组组成，一个突击小组可以包含7到50名战士。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突击小组会在夜间接近乌克兰的阵地，几乎每个小组都有一架侦察无人机陪同，它可以详细研究乌克兰士兵的位置。在收到信息后，瓦格纳指挥官及其副手在电子地图上收到详细的计划，其中显示每个雇佣兵应该走的路线，而关于夺取这个阵地所要消耗的资源也会提前计算好，交给瓦格纳指挥官。除此之外呢，该集团的炮兵部队也和俄军不同，他们一般被广泛分布在战场上，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的破坏，这也有利于有效的管理和沟通。但这种战术最大的缺点就是导致瓦格纳的突击部队会不断地遭受重大人员损失，例如那些直接冲进战壕的人。显然，瓦格纳集团的管理层在保留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的同时，并不吝啬花费自己的廉价资源，这也是俄正规军最难模仿的一点。毕竟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如果近几个月来应征入伍者的死亡率和瓦格纳战士一样高，这场战争呢将很难得到俄罗斯公众的认可。时间来到2023年，此时的瓦格纳集团俨然已经成为战场上俄军的主力部队了。在正规军的配合下，瓦格纳开始向巴赫穆特周边发起攻势，以尽量全方向打击乌军补给线。至此，到今年2月份为止，俄罗斯已经对巴赫穆特完成了3面包围的态势。瓦格纳部队也已经进入到巴赫穆特城区，双方进入了激烈的巷战。但由于他们并未全面切断乌军补给线，使守城的乌军仍能够获得补给和增援，以致瓦格纳的伤亡再度翻倍。但是战线并没有随着瓦格纳的伤亡而停下，仍然是以每天几十米的距离缓步推进着。为了保护这座城市，泽连斯基决定再度向巴赫穆特出兵支援，以轮战的方式消耗敌人，但也仅限于消耗。到了4月中旬，瓦格纳已经夺取了巴赫穆特近2/3的区域。但在下半个月，瓦格纳和俄国防部的冲突升级，称其出现了炮弹饥荒。俄国防部再不支援，瓦格纳就准备撤离了。这个炮弹饥荒以至于闹到了5月份才算结束。而此时的瓦格纳已经控制了巴赫穆特接近95%的区域，乌军因此不得不退入到巴赫穆特的外围。虽然在推进的时候出现了不少来自正规军的猪队友，但是5月20号，瓦格纳还是成功的占领了巴赫穆特这座城市。而且由于巴赫穆特背靠着俄罗斯大后方的顿巴斯地区，使得乌军并不愿意在此地和俄军进行硬碰硬的攻坚战。巴赫穆特战役至此告一段落。但是关于瓦格纳的故事却并未结束。在经过惨烈的绞肉机战役后，瓦格纳部队的士兵继续回到后方进行休整，守卫巴赫穆特的工作也交由俄正规军来处理。但在此时却传出了俄正规军向瓦格纳开火的事件。本次事件的主角呢，正是在巴赫穆特外围战场上表现糟糕的俄军第72独立摩步旅，也就是前面咱们提到的猪队友。据称，该旅在巴赫穆特外围防区作战时，面对乌军装甲分队的试探性进攻，竟然选择主动放弃阵地，不仅不战自溃，而且由于该部队临阵脱逃，导致乌军不费吹灰之力向俄军的防区突进了整整2公里，最终因为俄军防御出现突破口，而导致其运河西岸防线顷刻之间瓦解。他们轻易放弃战线的表现，立刻点燃了瓦格纳的怒火。一向口无遮拦的普里格金不仅亲自点名批评这支部队是懦夫，还把该部队放弃抵抗的行为直接推给了俄罗斯国防部。
这次之所以向友军开火，正是该部队指挥官对普里戈金的报复。在逮捕了这名指挥官之后，瓦格纳终于是安安稳稳地回到了俄罗斯。但迎接普里戈金的却是一纸削藩令。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6月10号宣布，所有为俄罗斯而战的志愿士兵必须到国防部报到，直接跟国防部签合同。显然，这是要夺了普里戈金的兵权。后面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了，性格火爆的普大厨并没有束手就擒，一场24小时的叛乱立刻吸引了全球的眼球。18个小时，急行军800多公里，这就是普里戈金对绍伊古的回答。但胳膊始终是无法拧过大腿的。随着普京一声令下，俄罗斯境内开始戒严，最终在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调停下，瓦格纳士兵们停下了前进的脚步，部分瓦格纳士兵被永久地部署在了白俄境内。瓦格纳首领普里戈金也从此在网络上失去了声音，那些剩下的士兵们也将面临随之而来的大清洗行动。大家对于瓦格纳最终的结局都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